这是火箭最不想赢的一场比赛。从开局他就打定主意，不把太平洋的水放干，就绝不罢休。只因对手是人见人爱的9球天后，他宁愿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，也要博得美人一笑。可这水真有那么好放？让我们骑驴看唱本往下瞧。很可惜，上手仅怒砍1分，就丢失了球权。不过你也不能怪潘晓婷太菜，毕竟隔行如隔山。况且斯诺克是台球运动的集大成者，往日里只见过斯诺克球员跨界参加比赛，几乎很难看见其他领域的球员去挑战斯诺克，难度系数可见一斑。更何况对手还是斯诺克一哥，能上台不打哆嗦就已经难能可贵了。这场比赛出自2013年。火箭受邀来到潘晓婷的家乡，为球迷们奉献一场别开生面的友谊赛。据说仅出场费就高达100万，因此比赛胜负就无关痛痒了。为了让女神不丢面，他更是把一套商务干法运用自如，不禁令我感叹：我老师的情商太高了。其实就现在的球型，别说让火箭去打，就是随便拎个职业球员上来，都能毫无悬念的一杆结束比赛。但正因为是表演赛，结局才会充满悬念。专辑。就弯，真离谱！为了给潘晓婷送机会，竟然拿了中代老王子的招牌，挣个外快，火箭也真够拼的。不看重获球权的潘晓婷，能不能把握住这送到嘴边的机会？虽然获得一杆地区手摆球，但此时红球紧贴裤边，根本不好下手。因此，潘晓婷选择让杆把难题留给了火箭。不愧是控球机器，火箭不仅能让母球想去哪儿去啊，目标球更是不在话下。这次他直接将红球送到袋口，静等着女神收下这个大礼包。红球精准命中，火箭竟然暗中鼓掌，这个举动实在是暖心。其实不是所有女球员对战火箭都有这个待遇，老球迷们应该都看过火箭与斯诺克女皇埃文斯的表演赛，上手不管37-21，抬手就是一杆147，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，把埃文斯虐得鼻子直打双闪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这场比赛要是流传到国外，埃文斯内心得受多大创伤？这杆反做才是火老师真正的实力。不过母球是可以看到黄球薄边的扎杆，也是潘晓婷所擅长，因此解球难度并不大。真炸裂！看似毫无章法的一通乱打，竟也能坐上斯诺克。说句中肯的话，火箭如果认真打，潘晓婷想上台露脸都很困难。很可惜，角度差了一点点，母球直接撞上黑球，不仅给火箭送上7分大礼，还留下一杆大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这杆没有漏球，大家说火箭会让裁判复位吗？真是辣眼，感觉这水龙头再不关上就要水漫金山了。黄球应声落袋，就在大家以为火箭开始认真了的时候，紧跟着他就送自己一个贴球大餐，真是没有难度就增加难度。完蛋，看来猴急的火箭耐心已经耗尽，上手就是一杆炸裂的反做。潘晓婷的麻烦来了。果不其然，不仅打了一杆哑炮，母球还停在篮球身后，形成了自由球。其实有没有自由球都无所谓，只要火箭的态度足够认真，那么拿下比赛分分钟就能搞定。大家觉得呢？7
12. 18. 这是潘晓婷最尴尬的一杆跳球，白球一跃而起，将带口的3号球砸得四处乱窜。这杆不仅没能打进，更离谱的是，还给手握赛点的火箭露出一杆角度不错的进攻机会。作为台球为他而生的猛男，9球的带口对于火箭而言简直不要太大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绝杀潘晓婷时，他却在打进黑八之后故意控制白球摔带，强行将胜利送给潘晓婷。第一次演戏的火箭却因经验不足当众笑场，现场观众也心照不宣地笑了起来。潘晓婷强忍笑意地收下9号球，随后一脸尴尬地返回座位。一旁的火箭面带花痴的笑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处在颜值巅峰的潘晓婷。不得不说，当时的潘晓婷绝对是女神级的选手。第12局由火箭率先开球，9球的开球需要暴力炸散球堆，与斯诺克谨小慎微的开球完全不同。不愧是经常爆杆吊打塞尔比选手，火箭这杆暴击同时打进了1号和7号，球队也被炸得4分5裂。现在踩球的位置都很不错，对于火箭来说，一杆清台没有任何难度，而他只要收下本局就可以绝杀比赛。真离谱，组合球的翻带竟然成功打进。可惜的是，2号最终停在9号身后，与母球的落点形成一杆斯诺克。接下来就是火箭的表演时刻。这杆不但成功解到，还顺势给潘晓婷漏了一杆手摆位，自己则是坐在板凳上悠闲地喝着水。现在的球型对于潘晓婷而言就是唾手可得。作为10次9球世界冠军纪录的保持者，潘晓婷被誉为中国9球天后。有着与球技同样出色颜值的她，是球迷最喜欢的9球选手。即便是称霸斯诺克界的火箭，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打进黑八的同时，顺利衔接到9号，如此一来，本局已是毫无悬念。漂亮，成功进入最紧张刺激的决胜局，我们看他能否一鼓作气绝杀火箭。真完美，球队在接触到母球的瞬间炸开，并且成功打进2颗球。这气势如虹的一杆与瘦弱的身材形成鲜明的对比。9球天后的爆发力果然名不虚传。此时台面除了7号紧贴库边，其余球型没有任何威胁，火箭本局也很难再有上场机会。真准，贴库球依旧是轻松拿捏，并且成功校位到6号手摆位。接下来就是女神的收割时间。休息区的火箭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潘晓婷，心想决胜局连拿球杆的机会都没有，早知道你这么强就不放水了。我们都知道火箭是台坛最缺钱的选手，所以能让他不远万里参加本次挑战赛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必然就是高额的出场费，而他也是故意放落成人之美。打进9号球，潘晓婷用一杆清台成功绝杀比赛。